亚努科维奇这个当年被乌克兰人亲手赶下台的前总统是罪人吗？这个问题放在2025年的乌克兰似乎有了新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开始怀念亚努科维奇时期，而那些当年上街推翻亚努科维奇的人更是有 89% 都表示后悔了，因为他们实在不想自己可能明天就会被乌克兰征兵办给送到前线，这就属于典型的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而面对如今满目疮痍的乌克兰，相信有人不禁会发问，亚努科维奇当年真的做错了吗？如果他没有被赶下台，乌克兰会何以至此吗？尽管自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就获得了独立的身份，但其东西部的裂痕却也逐渐显现。其中西部更倾向于亲近欧盟和北约，民众大多信奉天主教，主要讲乌克兰语；东部则与俄罗斯经济文化联系更深，民众大多讲俄语，信奉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东西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长期水火不容，互相看不顺眼。这种地域分裂也在政治改革中被无限放大，成为乌克兰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了每届乌克兰政府都要尽可能的维持两边平衡。因为无论倾向于哪一方，都会引发激烈的对立。由于西部人数相对较多，占到了乌克兰总人数的 70% 左右，因此自从1991年独立后，历任乌克兰总统大多都更为倾向亲西方的立场。直到2010年，来自乌东的亚努科维奇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大选，这意味着东部亲俄势力大获全胜，也给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亚努科维奇来自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2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父亲续弦后，他更是被赶出家门，跟奶奶相依为命，过着贫苦的艰难生活。此时的顿涅茨克位于乌克兰东部，既是资源丰富的工业重地，也是亲俄派的大本营，因此亚努科维奇也得以从小在俄语环境下长大，同大多数乌东居民那般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也正是因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以及政治基本盘，亚努科维奇长期被贴上亲俄的标签。对此，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乌克兰大选期间表示，他当总统后将致力于发展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互利友好关系，不会遵循俄罗斯的指令行事，因为他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最终，凭借乌东地区选民的支持，亚努科维奇以微弱优势拿下大选。而刚一上台，他就打出了平衡外交的牌，表示欧盟跟俄罗斯都是乌克兰的朋友，自己将一视同仁，不会偏袒哪一方。话说得挺漂亮，然而在许多乌克兰关键政治决策上，亚努科维奇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亲俄倾向。这是为何呢？这得从摆在他面前的那堆让人头大的烂摊子说起。首先便是乌克兰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出口下降，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仅2009年1年时间，乌克兰 GDP 就下降了 15%， 工业产值下降约 30%， 失业率飙升，民众的工资水平也一路下跌，成为自1999年以来经济形势最糟糕的一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上台时，乌克兰的外债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约占当时 GDP 的 80%至 90%， 这样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对此有人指出，亲美的前任总统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之所以在大选中先后遭遇失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乌克兰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为了尽快稳定国内的经济状况，2010年俄乌签订了哈尔科夫协议，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驻扎时间将延长至2042年，以换取俄罗斯的能源优惠。同时，亚努科维奇还强化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工业体系捆绑。乌克兰东部重工业区的资源，比如顿巴斯煤田，1半以上的产品都出口至俄罗斯。数据显示，2010至2013年的俄乌贸易额达到了乌克兰外贸总额的 40%。可以说，亚努科维奇被广泛称赞的实现 GDP 年均增长 4% 的经济复苏计划，正是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市场准入才得以实现的。2013年，亚努科维奇更是一咬牙，直接暂停了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因为俄罗斯向他抛来了橄榄枝，1笔50亿美元的贷款，外加天然气价格再打折扣。除了经济上处处仰仗，亚努科维奇在文化政策上也要更加贴近俄罗斯。早在尤先科执政时期，曾推行单一的乌克兰语政策，致使俄语区的民众感觉身份被压制，加剧了东西部对立。而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则适当放宽了俄语使用限制，以安抚东部民众，但这一政策遭到了西部的强烈反对。西部居民认为这是去欧洲化倒退，甚至是对他们赤裸裸的挑衅。到这里，亚努科维奇平衡外交的牌已经快要打崩了。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的一系列亲俄操作也触动了美国和西方的敏感神经。西方国家跳出来批评亚努科维奇玩了一手伪平衡，并宣布冻结对乌援助，逼迫他选边站。在这场不得不亮明身份的博弈中，亚努科维奇最终把筹码压在了俄罗斯的身上。此时的他或许认为，待乌克兰以身入局，在经济、文化甚至是军事上做出让步，能够换来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但很不幸，普京大帝并不打算趟这趟浑水。
在俄罗斯的眼中，乌克兰始终是其与北约战略缓冲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是阻止北约东扩。至于乌克兰内部如何，那就不是他们该关心的事情了。亚努科维奇虽暂停欧盟协定，并接受俄方150亿美元债券援助及天然气降价，看上去是向俄表了忠心，但实际上未能实现乌克兰的完全中立化，仍然与西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致命的一点是俄罗斯最为敏感的北约东扩问题。亚努科维奇虽然口头反对北约东扩，但并未采取什么实质性措施阻止西方军事合作，也并未在法律层面禁止北约的驻军，这无疑触犯了普京的逆鳞。往西得不到欧盟的支持，往东又得不到俄罗斯的信任，亚努科维奇的战略误判最终把他送上了末路。2013年冬，基辅的独立广场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十万示威者冲破警方路障，展示欧盟旗帜，指控政府出卖主权，并冲击市议会大楼和工会大楼，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冲突愈演愈烈。到2014年1月19号时，已经有约20万示威者参与到抗议示威的游行之中。尽管事后看来，这场抗议背后有西方势力渗透的迹象，但无论如何，亚努科维奇在政治上的失势已成定局。墙倒众人推，在连续数月的抗议浪潮下，亚努科维奇被扣上了历史罪人的帽子，仿佛他的亲俄行径才是让乌克兰深陷苦难的原因所在。为此，他不得不在一个深夜登上直升机，仓皇出逃。关键时期，俄方迅速转向军事解决方案，以雷霆手段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你是愿意相信一个随时都可能会倒戈的表面朋友，还是愿意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战斗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答案。亚努科维奇的左右逢源，两头下注，看似参透了小国的政治艺术，实则让他同时失去了双方的信任。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无论是欧盟还是俄罗斯，都肯定难以容忍一个反复横跳、态度暧昧的乌克兰领导者。那么，亲欧美的打法就一定契合乌克兰吗？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后，亲西方的波罗申科政府上台，乌克兰开始加速转向亲西方的政策，不仅暂停了与俄罗斯的经济协议，还在2014年高调申请加入北约。之后，在2022年2月28号正式提交欧盟入盟申请。同年6月获候选国地位，坚定地走上了加入西方阵营的道路。从22年2月到24年12月初，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金额已达2385亿欧元。从海马斯火箭炮到 F-16战斗机，硬生生地把一度被调侃为被速通的乌军抬到了他不该有的势力。但西方的老爷们可不会做赔本生意，钱可以给你，前提是我也有利可图。自俄乌冲突以来，老美在乌克兰挣得可谓盆满钵满，一边大规模兜售武器装备，好好的清了一波库存，另一边又让资本进场，大肆收割乌克兰的国有企业。2023年7月，美国投资巨头贝莱德与乌克兰联合成立了乌克兰发展基金，打着援助和改革的假招牌，免费接受了乌克兰能源、基建、电网，甚至是农业的投资。一番操作下，乌克兰的众多国企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和资源将悉数落入美国人的手中，相当于把国家命脉拱手让出。经济上被西方压榨不说，政治上更是被当成枪石，成了西方世界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3年的拉锯战下来，如今的乌克兰已经深陷战争泥潭，难以抽身。前线的逃兵潮愈演愈烈，后方的财政腐败问题也层出不穷。数据显示，2025年俄乌战场的日均消耗就高达数亿美元，乌克兰的财政赤字率占 GDP 的比重一度超过 20%， 国家债台高筑，经济濒临崩溃，百万民众被迫背井离乡。这场战争已经让乌克兰付出了太多代价，可即便如此，依然没能换来西方的正眼相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着手处理俄乌冲突相关事宜，不过他可不是要继续给小泽送钱送枪，而是劝他做出妥协，放弃克里米亚，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对此，小泽到底啥态度呢？从他前几天去白宫面见董王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又是诚惶诚恐，又是毕恭毕敬，巴不得把谢谢当句号用。所谓的加入欧盟北约更是遥遥无期，乌克兰的报名表早就填好了，却根本没人把这真当成一回事儿，大家都是说着玩的，你不会当真了吧？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和对现状的失望，当前乌克兰民众对亚努科维奇的态度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怀旧转向。民调显示，约 60% 的民众开始怀念其执政时期的相对稳定，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年长军地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乌克兰人曾天真的以为送走了亚努科维奇，他们就能过上富足自由的生活。可事实证明，他们如今的境遇正是当年的自己一手造就的。胜利不会向那些畏惧牺牲的人微笑。俄罗斯军事家苏沃洛夫的这句名言在俄乌战场上得到了残酷的印证。据多家国际智库的综合估算，俄乌冲突爆发3年来，算上所有阵亡、重伤和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员，俄军伤亡总数已经高达67万。然而，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时，俄罗斯军队仍顽强作战，俄罗斯社会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是为何？
能在3年苦战里承受67万伤亡，俄罗斯首先依靠的是强而有力的战争动员能力。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俄罗斯人口约 1.46 亿，其中18岁到45岁的适龄男性约占总人口的30%，也就是4000多万。即便扣除了那些因为疾病、年纪过大不适合服兵役的人群，俄罗斯的潜在兵员仍然超过2000多万。英媒在2024年9月的报道里就详细估算过，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累计伤亡已超过7万，而因为战争导致伤残的人数可能是其数倍。但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人口来说，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法国《费勒家报》在上个月就报道，俄罗斯每月招募 3.6 万到 4.2 万新兵，2024年全年征召 43.2 万人到50万人。在这种恐怖的暴兵能力下，可以说俄罗斯每个月在乌克兰战场上死多少，马上就能填补多少。俄罗斯的兵员补充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即使吱吱作响，但仍在坚持。并且为了拉到尽可能多的兵员，俄罗斯官方也摒弃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沿用的威逼做法，而是对上战场的士兵予以高薪诱惑，以利诱来调动俄罗斯人参军的主观能动性。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来自西伯利亚小镇的伊万，在2022年9月，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时，伊万加入了军队。当被俄罗斯媒体采访为何参军时，腼腆的伊万笑了笑，咧开嘴，激动说道：“我41岁了，有2个孩子，本来在工厂上班，但动员令下来后，我被召回部队，虽然感到很不情愿，但每个月15万卢布的高薪让我无法拒绝。”这种经济诱惑在俄罗斯贫困地区非常有效。此外，俄罗斯监狱的囚犯也成为了俄罗斯补充兵员的好地方。据西方媒体报道，2023年，俄罗斯雇佣兵龙头瓦格纳集团就从监狱招募了5万名囚犯。时任瓦格纳头头普里戈金直接对着这帮劣迹满身的犯人喊道：“与其在监狱里继续当人渣废物，不如响应总统号召上战场。只要你英勇作战，在战场上待满6个月，就可以重获自由，还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回家乡潇洒。”瓦格纳的宣传并不是空话，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囚犯入伍前因抢劫被判有期徒刑10年，他在顿巴斯前线作战4个月后获得释放，成为了动员的活广告。更让人震惊的是，为了保持战线上的人数优势，俄罗斯甚至将伤兵重新送上战场。《费加罗报》就提及一些断手断脚的残疾士兵被强制复员作战。例如，在2024年的秋天，因兵力短缺，一名叫伊万诺夫的炮兵在失去左手后，先是在医院休养了2个月，然后就被送回前线操作无人机。这种榨干士兵最后一滴血的做法虽残酷，但在战场上确实让俄军获得了优势。乌克兰国防部在2024年10月宣称，俄军在前线的总兵比仍然维持在50万左右，几乎是2022年开战初期的2倍。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战争动员机制就像一台老式机车，即使冒着黑烟，噪声巨大，但依然能保持前行。即便存在新兵训练不足、士气低下的问题，但核心问题解决了，那就至少在数量上，俄罗斯还撑得住。俄罗斯还能撑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术优化。在3年战争里，俄军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借助技术升级，尽可能减少伤亡带来的冲击。在战略上，俄罗斯军队在开战之初只想着速战速决，多路进攻基辅，结果因为补给线过长，指挥混乱，吃了大亏。2022年4月，俄军在基辅附近就损失了至少 1.5 万名士兵和数百辆坦克。此后，俄军便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顿巴斯地区。据外国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军队放弃了传统的大纵深突袭，转而采用缓速推进，使用火炮和无人机轰炸削弱敌方实力，再派步兵缓慢占领。这种打法很像农村里的磨豆子，虽然慢，但可以更好控制伤亡。乌克兰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乌克兰官方数据证明，在2022年下半年，俄军每个月的伤亡从 1.5 万下降到8000人。从减少伤亡、更好为持久战创造优势这个条件来说，俄军的战术调整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另外，俄军也摒弃了历史上沿用的人肉冲锋战术，而是使用先进技术来达成战术目标。从2023年起，俄军就大量投入柳叶刀无人机在乌克兰作战。据俄国防部数据，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在赫尔松前线就摧毁了超过500辆乌克兰装甲车，而俄方损失仅为操作员和设备成本，人员伤亡仅为个位数。在2024年6月的扎波罗热战役里，俄军使用无人机群配合远程火箭炮击退乌军反攻，自己只损失了不到200人，而乌方伤亡据称超过1000人，这极大缓解了俄方的军事压力。可以说，如果把俄军比作一辆破烂的拉达轿车，
战略战术的优化就像给这辆破车换装了新轮胎，虽然跑不快，但不至于翻车。67万伤亡确实让人感到恐惧，但通过上面所讲述的种种方法，俄军把损失分散到了3年，避免了瞬间崩盘的风险。当然，能让一支军队最能扛住伤亡的还是俄罗斯人本身的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伤亡接近70万，苦战3年，俄军仍在坚持。之所以不怕伤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回到俄军的组成主体——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为什么不怕伤亡？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志和历史传统里。这个称为战斗民族的国家有着习惯苦难的基因。据英媒统计，截至2024年9月，战争持续快1000天，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抗议规模却始终零零散散，远不及西方媒体的预期。与之相反，民调显示，2024年仍然有超过 60% 的俄罗斯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这与西方国家的战争抵触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人似乎对伤亡有更高的忍耐力，这种韧性从何而来？历史给出了答案。在二战里，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苦战4年，最终打败纳粹，把旗帜插到了德国国会大厦上。而法国皇帝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国后，俄罗斯军民团结如一心，用焦土战术拖垮了法国，甚至不惜一把大火烧掉了当时已有600年历史的莫斯科，让法军无法获得补给。可以说，俄罗斯民族的斗争精神就像西伯利亚的冻土，表面冰冷坚硬，深处却蕴含生机。不畏瓦全的传统深深烙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里，而这种传统也被延续到了俄乌战场上。2023年，俄军士兵亚历山大在顿涅茨克被炮弹炸断双腿，仍坚持用无线电呼叫支援，直到战友赶到。他的故事在俄罗斯军队中广为流传，成为激励士气的象征。尽管俄罗斯士兵常常因为糟糕的后勤等因素抱怨，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却总是遵循内心的信念而行动。我们是为祖国而战，伤亡不过是勋章罢了。这种信念让67万伤亡虽然沉重，但却并未击垮俄罗斯民族意志。而在社会层面上，俄罗斯政府也极其会调动俄罗斯社会不怕牺牲的传统精神。普京总统常在演讲里提到，我们没有退路，唤起民众的历史使命感。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像一棵老松树，风吹雨打不倒根，只会让它更加倔强。67万的伤亡是一个数字，更是对全体俄罗斯人的考验。历史已经证明，俄罗斯人擅长在逆风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苦难辉煌。在伤亡面前，俄罗斯没有退缩，而是在用血和汗书写着自己的答案。仍在战斗，绝不投降，要带已经牺牲的同志胜利归来。